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起全地形2驱摩托，来自美国罗孔 2x2。说到罗孔这个车，去年聊2驱摩托的时候专门聊过。今年之所以单独做一期，是因为前2天我想买一个罗孔，但是没想到在国内的价格已经炒到3万多，而且所有卖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古董，是一个来自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一个收藏车型。而实际上，罗孔摩托从1958年到2021年一直没有停止生产，而且它也是美国最早、生产时间最长的2驱摩托厂家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摩托遇到懂行的3万多真不贵，如果遇到不懂行的，可能5000都嫌贵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们简单聊一下。首先，罗孔摩托在全世界都不可以合法上路，它一般多用于美国武装部队、林业局、牧场主或者熊保者使用，属于一台全地形2驱越野摩托。它的前悬架用的是 AutoGrad 专利技术，可以在泥地、沙地、雪地各种严苛地形中平稳驾驶。部分车型它的前轮毂是空心的，可以加9升燃油，也就是说前后轮毂都可以加9升，可以当做备用油箱使用。得益于全时前后轮驱动，所以它的牵引重量高达2000磅。大约是900公斤左右，可以爬上60度的坡度，因为它的离地间隙有35厘米。它的前后轮胎均使用拖拉机轮胎，全车所有配件均可以拆除组装，也可以加装很多配件，比如前后射灯、弯刀护套、前后弹药箱、刀架、行李架，包括猎枪枪套、拖车钩、轮胎链，大约有几十种原厂配件。可以说后期想怎么玩都可以自己 DIY。它目前主营3个型号，最贵的是游侠，它的价格9275美元。第二个是开拓者，它的价格8475美元。最便宜的童子军价格7675美元。童子军就视频里这台，它的价格不一样，只是装配件不一样，动力总成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用的风冷 208cc 单缸4冲程科勒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600转，爆发7匹，最大扭矩2800转，爆发12.4牛米。新款有3个档位可以选择，油箱容量10升，最高时速在32到56公里之间。标准一点来说，最高时速50公里左右。它的2驱传动方式是链条传动，给大家放一张图可以看得更清楚。小链轮分别带动后轮，同时另外一个2级传动放到车座下面与小链条连接。2级传动通过传动轴走过车架内，然后在上3星位置使用万向轴连接，可以保证同时车把转弯，同时不切断动力。放这张图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它的后刹车不在后轮毂，它的刹车碟盘装到了座椅下面2级传动轴上，同时前刹车也不在前轮毂，而是在万向轴前面3级传动上安装刹车碟盘。给大家看一下后刹车，这个就是后刹的位置。另外，它的启动方式分为电启动和手拉启动。说白了，这是一个油具发动机。目前前轮驱动的方式有很多，分别为链条传动、轴驱动、液压驱动和前轮毂电机。这几个驱动方式往期视频都聊过。最后一种前轮毂发动机。前轮毂发动机除了视频里这一台，最有名的应该是产自1922年梅嘎拉用的一个新型5缸回转发动机，那个有空再聊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。另外，罗孔的发动机是近几年才换的科勒，此前用的是5.5马力本田 GX160 发动机，而且它的造型从1958年到2021年就没有变过，这种传动和结构方式也没有变过，唯一改变的前轮驱动在2000年之后，从2级传动直接带动前轮，变成了2级传动带动3级传动带动前轮，同时前轮胎也增加减震器。除此以外，近70年这个造型没有变过，所以它不是什么古董，但也很值钱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它的前后轮毂里面不仅可以装汽油，也可以装水，而且准确点来说，它属于低速越野摩托，属于专门为最崎岖地形设计，一般多用于俄罗斯严寒地区，包括沼泽地区以及丛林。另外，大家千万别以为这个结构非常简单，我看过它的设计图纸还是很复杂。最后，我心中对它的价格应该2万左右足够，属实卖3万5到5万块太贵。另外，我个人认为前轮驱动最好的方式是雅马哈的轴驱动。说实话，前轮毂驱动方式我个人并不看好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